们是中国的第一个航海家庭。翟峰一家3口已经驾驶这艘名为“彩虹勇士”的帆船，周游列国整整2年。他辞掉了工作，卖掉了自己在陆地上所有的东西。当时才8岁的女儿办了休学。这个月，他们又来到了澳大利亚，筹划实施飞越澳大利亚。今年呢，这个航海家庭又踏上了新的追梦一程。我叫翟峰，来自山东兖州。12年嘛，我们全家卖掉了房子，辞职，买了一艘帆船，开始航海生活。在之前，我都是在我们那个小城，就是铁路工人。我们那个收入在小城里边，在当时也是可以的，买房买车都是最早一批。就是我们主流的这种生活吧。我看到《楚门的世界》的时候，就像我自己的脑子的那个噩梦被拍成了那个电影一样，被锁在一个范围里，没法突破那个范围，在一个地方一辈子从事一个职业，像养鸡场里面那个鸡，你的99%的精力都是为完成这个家庭责任啊、社会责任，就是这个一个机器上那个齿轮而已，感官也不需要打开，你也不用去思索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些东西。我感觉就关在监狱里那种生活，快窒息了那种。比如我第一次走就是想突破这个假的世界嘛，我就在谷歌地图上想找一个完美的海滩，就在三亚的最南角叫金木角，周围没有人打扰，而且那个地方还没有路，这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缺口啊，就世界和我是连接在一起的，这就是我想去寻找的东西，寻找一个真实的世界。他第一次的出行实际上是他自己出去的，1点准时开车，希望下午8点钟能到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看他的眼睛里啊，是那种有故事的，可能外面的世界给他打开了一个窗户，他看到了他所希望要的。但是那时候我的感觉什么，就像一个风筝一样，你飞再远，等假期到了，什么到了，你必须得回到那个原点。我是宁愿死都不愿意回去了。那时候08年就是在寻找怎么离开那种生活。最后就是这也是在2011年看到有航海这种生活，觉得很不切实际，但是想来想去，哎，这个是不是反正都没有其他的路了？本来我计划的路线图是我要自己先学会航海，自己出去了，我可以不用买船，也不用先卖房子，这样稳妥一些。但是这时候又出现问题，就是我妻子坚决不同意，啊，要么一起走，要么就不准走。我确实是为了保全这个家庭，实际上是我给了他一个包袱扔给了他，然后他就把我们娘俩背到身上，然后再往前走。在船上的这个角色呢，他是船长，我是大副，欣欣是小水手。天明的话，我和红颜就要检查一下船，然后把欣欣喊起来，让他去伺候吧。对着13就可以。5点，4点，5点。哎呀，是天窗。多2块钱一个，按汇率的，然后晚1块钱一个，也是按汇率的。我到了3、4点，风平浪静，我们会在海里游泳，差不多6点日落的时候，是一天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到来了。哇，漂亮的已经不像话了，已经。然后我们昨晚上有时候会再放电影，有时候会讲故事，看着星空。好，准备好，最后一个甜品。好，哇塞，太大了，下去了。裤裆来掉呀。然后到9点，然后让欣欣睡觉，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倒班，1人1小时，就整个的夜班就是这样周而复始。我们每天看的画面，就像在一个玻璃球里，你视线所及就是几公里吧，什么都没有，蓝的水，蓝的天，是整个的是一个蓝的，然后太阳就都下去了，然后月亮就上来了，就每天就那个画面。哇，估计也就2、3分钟啊。真感觉掉海里去了。就像生活在彩虹里一样，所有东西都超出你的最好的幻想。
船头，哇哦！过来抓你！看见了吗？这样风来了吧，是吧？就在几秒钟，接着就弄吧，赶快进去。说哪个救生衣来？救生衣啊！一驾船进了大海里面那种，一方面是广阔的你不知道到哪里去，一方面又无依无靠、孤苦伶仃，你人生从来没有感受过那种无依无靠的。15了，我觉得，离家这么远了，离开这么久了，每一次梦到那扇门都那么清晰，敲的都那么痛。哎呀，好像好久都没有和父母在一起过节日，任何一个节日。我爸我妈也没有想到我们就这么顺利的买了船，他没有想到我会把他抛弃，然后我们一个小家庭出游，离开他很远很远。这是地瓜。哦，地瓜，给叶子吧，给叶子。嗯，给叶子。当我们2年的航海告一段落，抵达澳洲的时候，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？又是一个抉择。那时候分歧就非常非常大，抓不住根的感觉。办签证是因为你要给他出示你的财产证明，那时候就感觉经历再丰富，还是只是经历。就是我要面对社会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有些心虚。我们02年买的房子，12年卖了10年，我觉得我卖掉的是10年的感情，是我的记忆。卖房子，然后很多人过来看，但真正他要交定金，去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就受不了了。我已经听不见外面翟峰在和他聊什么，就听到我的泪啪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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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受不了了已经。这声再见不是说无形的，就把自己的路已经断掉了。他俩很清晰了。即使用嘴上说喜欢这种生活，他们是适合安定的那种生活。红颜适应东西比较慢，但是他一旦适应了一个生活，他就不愿意换地方那种。我们中国的话，假如说人生活在小农子里，在澳洲的人生活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农子，漂亮一点的农子。我不会说是就折腾半天跑那里去换一个农子，所以说我肯定要越早离开这里。不认同你，没事，我们凤凰也可以支持你这样去做。因为我们回国做了很多分享会嘛，和一些粉丝、一些什么朋友，就是都会跟你交流说啊，我也想有一个航海梦，我也想去怎么周游世界。对，我这回到国内就做了风冒险，结果费了好长劲，1年把平台搭起来之后，发现没有一个人真的想离开他的生活，想离开舒适区，没有一个。这样说，我的周围的朋友就是我们那个小朋友，我一个拿不到。中间这2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这样的在人群中会有，他就是少数，就是另类。08年，他在地图上找到了一个无人沙滩，他非要去验证一下，不能理解，完全不能理解。但是，是因为他把他的兴趣爱好的这个方面分享给我们的家庭。我用手机给你拍到你后空翻了，带动我们的家庭去了一个更大的世界。不管是痛苦的还是欢乐的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一起感受那个他所感受的那些故事。飞澳洲的时候，我当时怀孕2个月，还在孕吐呢，我依然跟着他上天了。我觉得，我可以，成全他，因为我理解他。
我认识他的时候才19岁嘛，他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他从夕阳下跑过来喊我，我就觉得，他是一个就是带着阳光光环的一个人，他能带给你希望。